嘿，大家好，Justin 教授 （A.K.A. 口罩队长）又出现了。其实跟你们说，我以为口罩队长可以退休了。大家应该知道，我的频道开始变得稍微有名，是因为我第一次 PO 的影片关于戴口罩。也没想到，陆陆续续从那个影片不到几个月，我们现在已经达到14000个订阅者，所以我一定要感谢所有的观众在帮忙。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你们如何可以当台湾的真正的英雄。但是我们先要讲关于疫情的问题嘛，我现在比较担心是这样子，很多人是恐慌，他们听到我们可能要到2期或3期，尤其是新北市跟台北，大家都开始囤食物跟卫生纸。我跟你们说你们再怎么帮塞多少，不需要用到这么多卫生纸，不要紧张，台湾的卫生纸绝对是够了。我很不了解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说，我一定要塞卫生纸在我的家里面，而且我们房子又没有那么大嘛，你卫生纸到底要塞到哪里？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像我的话我不要讲的我也不想要露出太多我的秘密，可是尽可能，谁说你一定要卫生纸你要擦屁屁还有别的方式啊，印度的方式就是用水啊，而且我们有这种可以帮你自动吸有的没的地方，就利用这个又比较卫生。So 请大家不要恐慌，不要慌去家乐福跟 Costco 跟哪里去把你们的卫生纸骑一台摩托车塞满一堆的卫生纸干嘛了？好了啦，大家都冷静，我们台湾人的 IQ 是更高，我们更聪明。讲关于更高的 IQ， 不要忘记了，随时订阅或是按赞在我的频道，就会提升全身的 IQ。这是我自己分析的。Anyway， 来，我们来讲一下比较严肃的话题，关于这个疫情能够维持严肃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来试试看。前几天我们的总统公布，台湾可能是防疫的变成有点太松懈，因为我们处理得很好，所以我们可能开始出去都没有戴口罩啊，或是聚在一起，或是去参加一些什么进香团啊，像我老婆的妈妈爸爸，他们一天到晚都是去庙参加一些活动，以为说神会保护他们从这个疫情啊。当然我们希望是这样嘛不过基本上建议大家可以多待在家里，要记得防疫不是只有城市中可以做到的事情，也不是只有口罩队长可以自己处理，也是需要你们来帮忙。我们要我们都是一起在同样的床上面在划船，我们这个不要到快到赢了的时候，快到底的时候放弃了，然后这是全体人民的事，所以口罩队长又是要出现了。不过这一次我出现是教大家如何当一个英雄现在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这个呢就是第一次当英雄，不用去战争打架，跳到火里面，或者像我之前要跳到井里面，为了救一只狗，为了得到更多的面子，在我的老婆的面前。面对疫情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吗？就是把口罩戴好，常常洗手，然后待在家里乖乖的看看 YouTube 跟 Netflix， 还有多看我自己的频道，不用太累太辛苦就可以当英雄。反正呢我们耍废在家里当一个 couch potato， 吃爆米花，吃麻辣啊，吃什么的，看 YouTube 什么的，反正就是非常小个短袜的方式当一个英雄不用苦力，不用流汗，不用流血等等。你说为什么待在家里就有帮助？很简单，减少传染疫情的问题。还有我想要讲一件事情，最近有一些确诊的人开始公开他们跑去哪里。那一开始我看到这些媒体，我就自己在想，怎么会有一个人会跑到这么多地方？然后我自己的想法是有点偏见，我是有点在嘲笑他们，因为我们到处在网络上现在都可以看到人家在嘲笑这些人，可是这个是错的想法跟错的做法。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呢我那一次是看到一个人跑到5-6个不同的餐厅，还要去茶馆，然后去卡拉 OK 等等的，跑到某一个地方，我都在想，怎么可能一个人能够一天做这么多的事情？听起来好累但是我的想法都是错的。首先这个不是一个人在做的事情，我们是收到错的讯息，然后因为这件事情，这些人是要有勇气去公开他跑到哪里去哪里。如果我们是在嘲笑他们，是否他们以后就不敢公开了？这个不会对我们防疫的效果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的心态，而不是嘲笑那些人，而是感谢他们愿意去说他们跑去哪里。那有一些调查人员，其实他们去查，他们就说这是确诊的人去过的地方，不是一个人去的。那这样难听哈，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阿伯能够去茶馆，然后还去跑到那么多的地方？然后我真的是有一种不对的心态，而且讲关于这件事情啊，你说如果我们要嘲笑他们去茶馆，我们都是可能是认为是人与人、人与人的亲密或者什么的关系，不见得是啊。其实这个茶馆是就像我们如果我是年轻人，我不知道我敢不敢说我自己是年轻人，但是我们用 Facebook、Instagram 或是去一些地方，我们这些年轻人会去的地方，这个是他们的所谓的社交团的环境，他们就是这样子相处，跟这些朋友，所以不是只是说是黑的，根本不是，所以我们不用去说他们是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也没有啊。但是媒体跟一些观众或是谁会宣传的方式，会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做不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很可惜，因为这个只是会导致我们都不敢公开我们去哪里，而且我也相信没有人是没有发生过不对的行为，是否是对或是不对，是谁来评估？是他们自己的家庭来评估就好了。我们从外面不用去判断这些东西。虽然说我也知道我们看 YouTube 我们很喜欢，就是看到别人犯错误嘛，看别人犯错就是很爽的感觉，就很舒服啊。因为你就会说，哈哈哈，不是只有我在犯错，也是别人在犯错。我们不要有这个心态。当然最好是不要有发生什么错误的问题嘛。但是呢，这些人他们可能只是跟他们一起的朋友相处。所以如果有看到一些嘲笑的梗图，请你们就是把它停止在你这边，不要再把它传出去了，没有帮助。而且请记得，没有任何的人是愿意生病，早一天的讯息可以减少后面几个月的痛苦。台湾就是走这一条方向，我们要继续维持，我相信继续下去，我们还是会把这一次的复发的疫情控制得好。如果我们是保持一个看戏的状态，或是嘲笑的，他们就不敢讲出来。我们都是台湾人，我们都想要保护我们身边的朋友跟亲戚，所以我们不要去攻击或嘲笑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的状况。而且呢，我想要跟大家说，有关打疫苗的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怀疑或是很多的烦恼，因为我们觉得可能不知道未来打完疫苗会不会有什么后果。那我想跟大家公开，昨天我的老婆是去打 AZ 的疫苗，那因为她就是在机场工作，所以她面临到的更多的人，她的风险比较高。那昨天晚上的确她有发烧，有一点不舒服，今天有稍微好了一点点。不过呢，如果你是担心疫苗，那我就建议乖乖的待在家。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多出去，你先去打这个疫苗。可是要记得，如果你是打 AZ 的话，如果你是打算怀孕了或是正在吃药，要特别注意。那我个人因为我的身体比较敏感，我比较是属于过敏的体质，我还目前不打算打 AZ， 我可能会等到 Pfizer 的或是 Moderna， 就是 Johnson & Johnson。 然后也是前几天那个蔡总统也有公布说，我们可能在7月份有2家台湾的公司，他们2个现在是好像是在第2期的临床测验中，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讲对的。那基本上这个可能在7月份就可以台湾可以开始使用，所以我们自己的疫苗也会出来。那我们大家就是不要快到最后快要赢了，然后我们就把杆子丢在地上哈，然后就是或者我们踏过去先然后甩在脸上，这个就很丢脸。反正呢就是不要功亏一篑，希望台湾可以好好的守住，然后度过这个稍微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我妹妹跟她的先生在南非都有得过疫情，我的表妹跟她的先生在纽约也有。基本上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人，它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当然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力，不能这样讲，所以大家还是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根据数据，如果你是过胖得了疫情，这危险性比较高。
有一些高血压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大家都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不要太晚睡觉，也不要去茶馆太多了，除非是交朋友的，也不要可以打电动没有关系，但是还是要起来动一动。你看像我自己到现在我每天都还是在运动，这样才是可以维持健康的身体跟一个健康的未来。那我是希望全台湾我的本国的人也是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大家也许以后我还会拍一个影片，就是教你们如何可以在家里做一些比较有帮助的运动。毕竟我以前是武术的选手嘛，现在还是在打太极跟练瑜伽跟静坐跟吃素，所以我还是维持个健康的生活。我也常常跟我学生说，可能我年龄比你们多1倍，但是呢我们去外面去吊杠，谁可以吊的最多？我相信还是教授最多，还这个头就是比较大一点没有关系啊，有时候头太大也很重，这个也是让身体可以训练的更多。那大家我希望我们就是可以维持一个非常 positive 一个正面的心态， keep your mind going in one direction， 就是往前，为了让我们可以突破这个，不要再传一些有的没的错的讯息，我们就是以正面更乐观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大家都记得口罩要戴好，洗手，不要太常出去。我就跟我太太的妹妹说，你现在不要乱跑出去。我也跟我太太的爸爸跟妈妈跟他们说，请你们不要一直跑去庙啊，这个等疫情结束以后你们可以去。比较年轻的那些人不要去电影院啊。对不起，虽然说我也很喜欢看电影，现在就是看我的 YouTube 就是最好的电影，或者看一些其他的人的，像大风大哥大，我的高雄的朋友也可以看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因为我们学校这段时间我们就决定开始 online 线上的课程，所以教授最近开始又拍 online 的课呢，还好因为我这个 YouTube 的 channel我习惯这样子做，我觉得蛮好玩的。只是说我也蛮喜欢跟学生有互动。这个 online 的过程剩下大概1个月我们就学期结束，应该是说如果我们暑假把事情处理得好，7月份8月份我相信大家会开始打疫苗，那就台湾就没事。所以我们就是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把我们自己管好，把我们的亲戚管好尤其是他们想要去锵去拜拜什么的，现在不要去拜拜，要再拜拜就在家里拜拜，反正神到处都有了，不一定特别要去哪里God is everywhere， 如果你相信有上帝，那你就是应该相信他到处都有了，不管是妈祖啊还是关公啊还是耶稣都一样嘛不需要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人太多的聚在一起就不会有好的结果。今天我想我应该是差不多讲了一堆，到现在就够了。对了，跟你们说一下，我最近应该会跑的影片比较多一点，毕竟可以在家里，所以可能星期一还会出一个新的。好，谢谢大家，下次见面，拜拜。